异世之魂，岳家血脉在召唤，来！异世之魂，你有异世之志，我有战神之力，我送你入南梁。甲子之约，血脉重生，莫负岳家，莫负南梁。还有一个，夫人，还有一个，蔡为正，再坚持住！公子，是公子。此子先天心脉极弱，肺气不足，是胎里带的病根，恐难将养。这女娃便叫一兰吧，兰取澄澈之意，也盼她一生顺遂，不染尘埃。太子府昨夜遇袭，世子被黑衣刺客劫走，高云国大怒。刚出生就遇质子劫案，南梁怕是早已风雨飘摇。太子那边未曾起疑。属下未露痕迹，太子只当世子被劫。恭喜娘让世子留在身边，还是苗乡主意好。父亲消息灵通，岳家刚出生一个小公子，他就知道了。可惜我儿要养在侯府，暂时不能认祖归宗。不可设法将世子留在宫中，留在宫中，四国必生事端，不如让孩子在侯府平安长大。预计到周延，你们换上便装，跟在世子身边去侯府。那是我的亲骨血啊，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不能送他走。高云国10万精兵压境，扬言3日内不送质子，便踏平南梁。太子世子昨夜被劫，如今皇室凋零，已无何事质子可送。能做的只有这一点。让齐妈把小姐抱去喂奶。齐妈去铺子接工前，齐妈被扣下了。没跟铺子说是侯府家的人吗？正是报了侯府才挨的打。50年前祖父岳景仓打入温国，无人敢挡，如今战神失联，才有4国猖狂。夫人，可是针线钱没要回来，稳婆的红包都给不起。你把这个龙凤玉配当了吧？夫人不可，这是战神老侯爷留下的家传宝物。我投身到什么家庭了？堂堂侯府连稳婆的钱都给不起。快去，先把齐妈接回来。岳家再难，也不能委屈了下人和孩子。夫人，太子府派人送来10两银子和一些礼品，说是给夫人的。将龙凤玉佩2个孩子，1人半块，轩逸的送去太子府。若有福分，将来凭此相认，姐弟团圆。爷爷，我是兰兰。我离开之前，爷爷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的，难道这就是记忆残影？我把这些绣花图描了给娘亲，定能让侯府增加收入。
不然侯府连我都养不起。岳爱卿，南梁欠你一份大恩，你我虽为君臣，你实为兄长。条约还有7年到期，南梁、虚儿等忠臣共同努力。假如有机会，岳家争取暗中招募旧部。伯父亦训过，如今殿下有令，臣必不负所托。如今小儿岳宣义刚出生，不知命运如何。此次以宣义代义而赴高云，为国分优势应当。小儿生来便能尽微薄之力，是他的福。话虽如此，孤与太子天前，先祖父岳擎苍被四国勾结炼制的魔气催动血脉禁术被封禁，10万岳天军随之冰封。慢点，别乱跑！慢点！我要拿这个给娘亲，娘亲说要绣好看的花，能卖很多钱。小人已带岳小满去高云照顾小公子，只是高云苦寒，小公子受了不少罪。皇室原先派去跟着小公子的人，已被高云国人杀死了。小公子怎么样？小公子什么都要自己做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如果在前世，本小嘴直接打入高云皇宫，把太监全部杀死。如今这具身体太弱，一个普通大人都打不过。那我们去高云国开商铺，可以赚钱，也可以照顾弟弟啊。去高云国一路关卡重重，来回路费都要数百两银子。若想在高云开店铺，没有上万两银子是做不到的。我可以先让岳家富起来，最赚钱的办法。石英砂、纯剑、石灰石，一定要记住这些比例，这样才能做出玻璃，才能赚到上万两银子去救弟弟。月秋姐姐，再添2块干柴，火候还不够，千万别停下古风。小姐，这火都快把人烤化了，您到底在烧什么神仙宝贝呀？这可是能救咱们侯府命的好东西，你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！哎呀，小姐小心，别让这滚烫的泥疙瘩烫伤了手。这泥疙瘩怎么变透明了？莫非是神仙用的物件？啊，这是琉璃，这可比皇宫里的京城贡品还要透亮100倍呀！我赶紧把这宝贝送去给夫人看看。冬桃姐姐，快站住！这东西现在绝对不能拿出去。不行，我年纪还小，做出的这等晶莹剔透之物实在太惹眼了，万一被心术不正的大人物盯上，肯定会给家里带来大麻烦。我要找个替身，你们先出去，千万别跟任何人提起今日之事。狮子哥哥，帮我个大忙，含住管子末端，用力吹气，千万别松口哦。哇，它居然像水泡一样变大了！这里面装的是我的气吗？狮子哥哥，快放青石板上，沙子软软的，不会变形，定型最快了。稳住管子，千万别碰。我来数数，1、2、3、10，大功告成。真的变硬了！依兰妹妹，你太厉害了，这简直是神仙法术变出来的。我要把这绝世无双的珍宝送给母妃，她见了定会开心的睡不着觉。
周侍卫务必亲手交给母妃，这是不和依兰妹妹一起吹的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是。世子有令，10万火急送宝回宫，挡我者死！驾！这世上竟有如此纯净无瑕的琉璃，犹如凝聚了月华一般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这是乙儿送来的，岳府那个连军香都发不出的穷乡僻壤，怎会出产这等奇珍？哼！不管他从何而来，若是能掌握这等烧制秘法，金山银山，快，立刻将这琉璃球送往丞相府，必须亲自交给我父亲。务必告诉他，此种琉璃若能批量制作，我苗家便能彻底碾压皇室，更上一层楼。只要垄断4国琉璃买卖，天下财富仅归苗家，看谁还敢不进本宫！侯爷，老夫人已安排令儿前往高云开设商铺。岳轩明是长房庶子，留他在族中协助打理事务更为稳妥。咱们的启动资金实在捉襟见肘啊！无妨，此次送往高云售卖的乃是琉璃，本钱无需太多。咱们府上怎会有多余的？将军莫急，请看此物，这便是我们要卖的东西。侯爷万万不可，这定是侯府最后的珍藏，怎能拿去变卖啊？将军误会了，这并非祖传珍宝。所以无需长途运输成品，我们将琉璃制作技术一同带去。从越族调30名巧手，就地生产售卖，更为便捷。至于路费和前期盘缠，这些小物件便能派上用场了。这些小件琉璃你拿去变卖，所得银2便是你们在高云经营的本钱。爹爹，我会叫，让二哥去高云做琉璃生意，我教他更精美的制作方法，只要按我的法子烧，保证能卖上天价。哈哈哈！天助我苗家，这等巧夺天工的神物竟落入老夫之手。女儿，快派人去太子府，把我那乖乖外孙陆玉接回来。父亲急着接雨儿回来，可是想让他亲自传授这手艺，让他叫府中工匠制作，届时垄断买卖，我苗家便能富可敌国。父亲，这并非雨儿所创，不是鱼儿，那是何方神圣，竟有这等夺天地造化之能？是岳家那位6岁的小姐研究出来的，雨儿只是跟着学了点皮毛。一个黄毛小丫头，懂什么琉璃技艺？绝对是运气好，碰巧烧出来的罢了。野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岳家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是谁走漏了风声？竟敢将这等级密泄露出去！竟敢将朕藏起真世子送往高云国的世假质子！陛下息怒，老臣以为高云国此举无非是想要敲诈钱财罢了。只要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，高云国狮子大开口，父皇息怒，而臣这里有一物，或可解我们良燃眉之急。父皇，世子陆虞传信，这琉璃是岳家6岁的小姐亲手教他制作的。此种琉璃若能批量生产，拿去售卖，必能赚得海量银两，填补国库空虚。下明察，世子自有聪慧的，肯定是岳家那个小丫头冒领奖赏，想要安天之功，陛下切莫被骗了。而臣派去照顾鱼儿的肯定是亲自见把手叫鱼儿的，岳家小姐却有惊世奇才。好，天不亡我南梁，传旨中，绝不能让岳家独吞。皇上，如今高云国要交出世子，世子并让岳家大量生产这种琉璃，售卖所得自然应当全部上缴朝廷，以解国。岳父大人所言虽有理，但生产琉璃，人力物力皆需巨大耗费。若售卖所得全部上交朝廷，岳家如何维持？此举为何处处不满老夫所言？非有偏袒岳家，难道为了区区一个岳家，连南梁的安？好了，都要正旨，呈交给朝廷，剩下5层留与岳家作为本钱。即旨。侯爷、夫人，大喜啊！昨夜烧制的琉璃全卖出去了。整整卖了1000两银子，还供不应求。小姐说量少而精，果然没错。1000两，几个小摆件竟能如此受京城商家的疯狂追捧。那当然，物以稀为贵，咱们晶莹剔透的琉璃可是天下独一份呢。侯爷，整整1000两啊！这些年咱们侯府连1000两银子的样子都没见过。太好了，有了这笔钱作为本钱，
咱们就能赚更多，轩逸便有救了。圣旨到，越侯玉元岁，即刻接旨。臣岳元岁携岳家老小恭迎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越后岳元岁忠君爱国，心系社稷，精准越侯解甲归田，保留侯爵爵位。这令越侯复办琉璃生产，售卖所得5成上缴朝廷。岳家军随时听候朝廷调遣，亲子岳侯接旨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爷，皇上，这是要我们举家迁回老家，那岂不是脱离了这京城的监视？也好，离开这波绝云归的京城，咱们回越族招兵买马，专心生产琉璃。太棒了！回老家建大大的窑炉，没人管我们，赚更多的钱去救弟弟。周氏行囊，哪怕刀山火海，定护送侯爷与夫人安全返乡。切，想解甲归田？哼！相爷，岳家铁板一块，咱们的眼线恐怕难以安插啊。越族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你去暗中交代长房叔子岳宣明，回去后的一切行踪，岳家的一举一动，都要一一禀报于我。属下明白，只是那岳宣明一直觉得受到家族打压，胃口极大，怕是不好空手打发。告诉他事情办得好，将来他可来京城当大官，我苗家保他荣华富贵。属下遵旨，即刻飞鸽传书，定为相爷不下天罗地网，不辱使命。岳元岁，就算你逃回老家，也休想逃出老夫的掌心。全军戒备，护好马车，随时注意四周是否有流寇出没。原地歇息，给马匹饮水，护卫不得离开马车半步。啊！快跑！我的良种！抢粮了，大家快跑啊！我的良种，这可是保命的良种，千万别抢走！啊！以为岳家军是4国兵卒，这些年4国兵卒常来边境劫掠，百姓们早就被吓破胆了。没走出京城，竟不知南梁的百姓过得比想象中还要苦100倍。等我，姨妈，我要把这个馒头拿给那个还在种地的小哥哥。别怕，这个白面馒头给你吃。别杀我！我没有偷贵人的东西，不要碰我的孩子！求求贵人开恩放过咱们吧！大人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要吃就吃。求求你，孩子全身都是骨头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不好吃啊！大叔大山，你们快起来！苍天啊，南梁的子民竟被逼到了这步田地，简直人间炼狱。岳山，拿些干粮和碎银子给老乡。老乡拿着，拿着快吃吧，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住住快东西，去不住。既然我重活一世，就绝不能看着百姓饿死。我必须想出改良农具的法子帮他们。侯爷，前方就是10邑郡了，咱们终于到了。侯爷，今夜我们就在这10邑郡内投宿吧。别去前面打点一下，交些入城费吧。
按住！请通融。少来这套！1人50文，1辆车100文，少1文不准进城。军爷行行好，我这只有几把野菜，真没钱了，让我过去吧。滚开，穷叫花子！这可是全家今晚救命的口粮啊！那叶子的形状，难道是土豆？外面乱得很，那些兵卒可凶了，快回来！娘娘，等一下，别急着哭，你先告诉我，这个叶子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这东西底下是不是长着黄圆圆的块茎？它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这就是我在荒山随便拔的野草。放开我！你别跑啊，月山叔叔，快帮我追上那位大娘，把那草买下来。末将遵命，小姐莫急，末将这就把那大娘带回来。哎呀，几根破野草而已。侯爷，那妇人死活不肯卖，末将软磨硬泡，这2盆野草花了整整30两银子啊！30两算什么？这可是无价之宝，南梁的饥荒有救了！唉，就2盆不起眼的破草花，竟然花了30两银子。叶兰从小聪慧，既然他非要买这草，定有他的道理。再也不会有饿死谷了。当然你诚心的，何在？满满，你们一路风尘仆仆。少爸，祖母，依兰好想您呀！依兰给您带了好多好玩的东西。妈妈，兰儿一路辛苦了，快让祖母看看。哎呦，这小脸都没长肉。老身见过世子殿下，一路上跟着我们风餐露宿，颠簸劳累，委屈殿下了。老太君，快请起，儿在岳家甚好，大家都很照顾我，一点都不委屈。今天是依兰带了能救命的神奇种子，明天一早我就要去试验田里种地。经过这几个月的精心照料，这批土豆肯定能迎来大丰收。哇，这皮色金黄，个头简直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。啊，怎么了？正天鼠在……天哪！这一株不起眼的绿草下面，竟然能长出这么多沉甸甸的果实！啊！而且产量极高，1亩的至少能产2000斤以上。啊！2000斤！父皇说国库缺粮，若真如此，南梁百姓再也不会饿死。1亩2000斤，这绝对不可能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1亩最多也才产100多斤啊！苗头的黄不拉几的泥疙瘩，怎么可能产这么多？奴婢是不是在做梦？远远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咋咋呼呼的，到底挖出什么稀罕物啦？啊！太好了，岳家有了这等神物，以后天下再也不会有饿死谷了。
子哥哥，快尝尝。这金灿灿的果肉软糯无比，简直比皇宫里的白面馒头还要好吃100倍。天哪，竟如此顶饱厚实！属下走南闯北，从未吃过如此冲击的美味。此物若是真能亩产2000斤，那南梁的百姓就有活路了，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极其耐寒耐旱，一年足足能种3季。而且我们南梁的水稻，只要改良一下种植方法，也能1年种2季，到时候粮食吃都吃不完。哼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不过是一堆长在泥里的黄疙瘩，全族人竟被一个小女娃糊弄。哼，禀报给丞相大人知道。只要这情报送达京城，我岳轩明的荣华富贵就指日可待了。太慢了，这等铁刀的握力十足，飞力铁地不一下，铁地铁持重力。咱们南梁的农夫哪用得起铁制的犁耙呀？不行，就算改良种植方法，可这种破石头也绝不可能真正高产。我得先改良耕作方法。爹爹，咱们必须派人进山，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铁矿。兰儿，你连怎么寻矿炼铁的法子都知道？必须打造更锋利实用的铁具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百姓脱困。我要让这片荒原变出无尽的钢铁与粮食。世子哥哥，你看，这样拼起来，底下的弯度就刚好啦。依兰妹妹，这木头长得好生奇怪，弯弯曲曲的，能好用吗？当然好用，这叫起原理，拐弯可灵活了。你来拉拉看。咦，这小小的木头物件竟能把干硬的沙土翻得如此之深。郡主、世子，这礼具是谁做的？是谁叫两位做的？哇，这礼具看着比我们岳家军屯田用的直木礼好用太多了啊！雪山叔叔，没人教我们，这是我们瞎做的木头玩具。就是觉得这样立地更省力，若是做成大的用牛拉，耕地方便又快捷。好，太好了！我们把它放大做，把力铲换成精铁的。到时候农耕一定会大变样，百姓们耕作就再也不用那么费力了。末将这就去禀报侯爷，咱们南梁的良田有救了。真是巧夺天工的设计，可惜啊，生不逢时。没有生铁打造力化，在精妙的木头架子也是一堆废柴。爹爹，你眉头都皱成小山了，是不是又在发愁铁器的事啊？是啊，兰儿，剧院里的模型已经有了，可四国联手阻拦设卡，没有铁，就打造不出真正的铁制礼具。1000亩良田，就算种上土豆水稻，也没法顺利耕作，到头来还是白费力气。爹爹，你别发愁。昨晚睡觉梦见曾祖父了，曾祖父告诉我，西山有铁矿，只要找到铁矿，我们就能自己打造铁器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能画出铁矿的具体地图给你看。爹爹，你要相信我。哼，西山荒芜100年，连草都不长，哪来的铁矿？月秋，带小姐去花园玩翻花绳吧。
别让他在这里跟着大人们瞎操心了。小姐，咱们去花园看蝴蝶吧，莫要打扰侯爷处理公干了。我没胡闹，爹爹，我真的没有胡闹，西山真的有铁矿。你就派人去西山看看，若是找不到铁矿，你再重罚我，好不好？兰儿，事关月族命脉，你若真能在梦中得曾祖父指点，便画出来看看。爹爹放心，曾祖父在梦里交代的每一条山路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兰儿当真吗？爹爹，我确定，走大约半日路程，就能看到一片极其茂密的柏树林。柏树林深处的山壁上，就能看到褐红色的矿脉。关键的是，敲下来的矿石能被吸铁的磁石死死吸住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月山何在？速速觐见！听候侯爷差遣，万死不辞。立刻挑选10个金丹族人，带上工具和磁石，按此图探查西山，务必仔细寻找。若发现能被磁石吸附的矿石，立刻带回。切记行事谨慎，不可惊动外人。属下遵令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定不辱使命，为您带回铁矿。大家跟紧点，注意四周动静，仔细寻找褐红色的石头。啊！快看前方，真的有一大片褐红色的山壁，地图分毫不差。把这块带颜色的石头敲下来，拿磁石来，我亲自试一试。吸住了，真的吸住了！大小姐神机妙算，快带上石头回府。在西山柏树林深处，果然找到了铁矿。山壁上的褐红色矿脉绵延数里，矿藏极为丰富，开采起来也十分便捷。快给我看看，这可是能扭转乾坤的命脉。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南梁终于有自己的铁矿了。我的好女儿，你真是月族的福星，是整个南梁的福星啊！立刻草拟奏折，请求陛下下旨，允许月族全权开采铁矿，传令严密封锁西山消息，日夜值守，严防死守。西山竟真的挖出了能被磁石吸附的褐红矿脉。好一个月元岁，好一个西山铁矿，真是天不亡我南梁啊！苦苦寻觅铁矿多年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南梁的脊梁终于可以挺直了。有了这铁矿，南梁就能打造新农具、新兵器，再也不用受制于4国。月玄冥传来的消息竟是真的，把月元岁赶回封地。越族地处南梁边境，远离京城，势力本就日渐壮大。如今又找到了铁矿，若是让越族自行开采炼制铁器，越族只会愈发富饶强盛啊！臣担心，月元岁就握兵权于铁矿之权，日后定会心生异心，危及朝廷。岳家世代忠良，绝无半点异心。岳侯爷一生为国为民，此次找到铁矿，全是为了南梁安危，绝非为了一己私利。岳侯，若是陛下听信谗言猜忌岳侯，寒了忠臣的心，日后谁还敢为南梁效力分忧啊？太子所言极是，岳家世代忠良，传朕旨意。命月元岁全权负责西山铁矿开采事宜，调遣越族人手妥善开采。你尽快炼制出铁器，铁器一半上交国库，另一半留给越族，改善越族百姓生计。命周延前往越族监督铁矿，严查探腐，绝不可泄露铁矿半点风声。定当死守矿山，若有泄密者，格杀勿论。杀马劲！这可是南梁第一批精铁力产，绝不能有半点瑕疵。
各位师傅日夜赶至屈原里辛苦了，大伯父若是看到，定会重重有赏的。凭什么这改天换地的屈原里和铁矿，却成了大放一脉炫耀的资本？不过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月元岁属于你的死期快到了。丞相大人，去吧，飞得快些，让丞相大人的罗网把岳家勒得再紧一点。一个6岁黄毛丫头也想跟我争这100年基业，做梦去吧！这精铁打造的屈原里，翻土效率远超就是木里，简直是神兵利器。把地里的金疙瘩全挖出来，千万别用锄头挖坏了。苍天有眼，第1季种植的土豆竟迎来如此大丰收，果实这般饱满。此事关系南梁国运，必须立刻奏报皇上。岳山，立刻备车！动作都快点！挑个头最大的装满20车，捆扎结实，立刻出发！侯爷放心，末将定当快马加鞭，5日5夜马不停蹄赶赴京城。岳爱卿，此物当真能亩产2000斤？你若敢有半句虚言，此乃欺君大罪，当斩。臣不敢轻信。清都司农司精耕细作，今第1季收成，亩产已达2500斤。此物耐寒耐寒，山坡荒地均可种植，且3月一熟，是南梁的救命粮啊！禀父皇，此乃世子陆羽命侍卫快马送来的土豆，请父皇预览。儿臣已尝过，堪称天下至美之事，特呈与陛下品尝。朕倒要看看这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何等滋味。软糯香甜，天降祥瑞，佑我南梁。有此神物，南梁复兴指日可待。3年便可粮仓充盈，我南梁子民再也不用受饥饿之苦了。听闻是世子协助种植，世子实乃神童，恭喜陛下，此乃南梁天大福泽。传旨，封岳氏女岳依兰为安国郡主，此良田千顷，尽断千匹。哎呦，陛下使不得，咱们南梁国库早就空得跑老鼠了，哪来千匹锦缎？令司农私遣农官妇越学种土豆，遍推全国。不可大肆宣扬，绝不能让4国知晓我南梁有如此高产粮食，以免招来横祸。你说的有理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那一太子之见，该当如何行事？先密传民间，令下旨越族重组越天军，南梁当有自家军队。不可！我们与4国签订的合约尚未到期，提早建军，恐惹4国发兵报复啊！可提前募练，不入朝廷编制。若无武力，粮食再多，也终为他人所有。就依太子所言，秘密建军，南梁的屈辱总有一天要洗雪干净。有了神种，南梁盛世将由我们亲手铸就。弟弟，岳家有粮了。痛，好痛！我要晕。来人啊！小主子喘不上气了，快请医官救命啊！快散开！我要立刻尝试稳住局势，这非常紧急，情况比想象中严重的多。姐，眼好了，想回家。南梁岳家商队挟爵士奇珍，恳请高云皇帝陛下恩准觐见。岳家小公子性命堪忧，愿奉上宝物，只求皇上开恩。世间竟有如此流光溢彩的器皿，快呈上来给朕仔细瞧瞧。妙极，简直是神仙用的物件。既然岳家如此有诚意，
传旨，同意质子移步城外，质子府静养。父王且慢，这等宝物岂能轻易不放过？咱们正好借着那边养子的命作为筹码，狠狠榨干岳家的家底。皇儿言之有理，绝不白白便宜他们。传朕的附加旨意，给岳家加码，接小公子出宫养病可以，但岳家必须每月进贡10个精美的琉璃。要是少交一个瓶子，就断那病养子10天的药，看他们敢不敢藏私！好痛，喘不上气。怎么会这样？高宇的医官全都摇头走了，难道真的没救了吗？小公子，你千万要撑住！好痛，心脏像是要裂开了一样，玉佩在发烫，这是血脉共鸣，弟弟出事了。弟弟需要血摊续命丹，只有这个药方能救命。血参1钱，需极寒100年老参，血容半钱，取壮年雄鹿头茶。一定要救回弟弟。娘亲，快救救弟弟！弟弟快要死了。发生何事了？大半夜的为何如此吵闹？弟弟心急发作，需要血参续命丹。我知道配方。高云远在千里之外，你从何得知这等绝密药方和消息？是弟弟通过玉佩告诉我的。请问这药方从何而来？莫问药方出处，速开库制药，即刻快马送往高云国。穗儿，兰儿绝非池中之物，我欲为他大开祠堂，我要让他进入禁地，亲手去试试你爷爷当年留下的那枚先祖兵符。万万不可！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小公子在高原生死未卜，战神爷爷的遗愿究竟该由谁来完成啊？先祖留有神谕，非岳家纯粹孙辈不得触碰兵符，处之即死。都死绝了吧！等大房彻底倒下，这庞大的岳族大权就全是我岳轩明的了。可岳家嫡传已经没有孙辈了，岳家要完了，南梁的天也要塌了。说岳家没有嫡系传承了，然而也是岳家正儿八经的孙辈。伯父且慢，您难道疯了吗？祠堂种地，女的绝对不能进去。她是战神岳庆仓的曾孙女，是岳家血脉，岳家使命降落在她身上。伯父这么说。都别吵了！既然侯爷执意如此，不如先试试兵符到底认不认丫头。哈哈，兵符若可认一个小女娃，我岳玄明立刻跪下磕头。按祖训，女子不可进祠堂，更别提碰那危险的信物。今日我便打破这陈规。56年了，兵符再没人能碰触，这6岁女娃进去怕是要当场毙命啊！56年了，金光冲天，兵符认主，郡主没有死，郡主是天选之人呐！孙二月一兰见过曾祖爷爷，曾孙女儿愿承此命，唤醒兵符。终于来了，南梁的江山终于有救了。这是岳家兵法精髓，封印地图，这是岳家的传承，更是你的使命，不可推卸。原来我们岳家当年的10万大军，并没有全军覆没。天军10万将士被封在冷将之源，我以最后功力维系将士生机，只剩4年便是解封之期。曾祖爷爷，您等我，4年之内，我必破除封印，带岳家军回家，定不负岳家血脉。
好孩子，记住，咎由剑，饮血能御景，兵符通灵，可传讯。去吧。我记住了，护岳家守南梁。战神显灵，岳家万年，郡主千岁，南梁万年。难道他真的是天选之人？我夺权的计划岂不是全完了？小公子，性命无忧了。令商队带回1万两白银，皆为售卖琉璃品，从高原权贵处所得。唉，总算不负兰儿心意。转告侯爷，对外旧城市招募岳家商队护卫，切勿声张，绝不能让丞相府的内鬼察觉端倪。我们这么晚还在禀报军情呀？哎呀，这件好生奇怪，刚刚好像咬了我的手指头一口。啊！老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奴婢伺候您多年，咎由剑从无这般发光异象。100年来，只现过2次异象：铸剑师长血未见，以及老侯爷盛怒拔剑。老夫人，难道这神兵利器是因为感知到了郡主的血脉在认主吗？我们岳家的这条真龙终于要彻彻底底的苏醒了。贪官欺压百姓，国家千疮百孔，岳依兰必须找到破局之法。爹，老侯爷生前常看，却从未提过秘密。这具小小的身体真是不听使唤，竟然如此失态，真是太丢人了。郡主快看，口水滴落的地方竟然有黑色的墨迹渗出来了。这是封印56载，良尽不忍记。这感觉好熟悉，岳依兰想起来了，穿越前在战场上，岳依兰见过这个画面。小友，前路是深渊，万万不可再往前，快骑上灵兽离开这里！快用茶水把这些纸页全部涂湿，一定还有更多隐藏的内容。甲子年3月初7，岳天军困于冷将之援，粮绝7日，4国联军围困。空前封印将士待甲子轮回，以咎由剑主之血唤醒。曾子天宇，60年甲子之变将至，国运兴。曾祖父被困56年，还有4年解封，得立刻告知长辈。一帅握不住剑，却推脱不掉使命。从明天起，岳依兰，兰儿能从书中看到祖父一眼，为何以前岳家众人却什么都看不见？唉，或许是血脉传承的羁绊，只有神剑则主。上次神又是保全家人，如今看着南梁的惨状，母亲才知道错了。从明日起，母亲所言甚是，绝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。一切单凭母亲吩咐，就算倾尽岳家资源，也要将兰儿培养成参天大树。兰兰，
看好了，这是咱们岳家的核心底院，也是你必须掌握的保命手段。当年你曾祖父凭借此剑法，在沙场上战无不胜。今日祖母便亲自为你演示一遍，你且仔细看清每一个动作的起承转合。好凌厉的剑气！曾祖父当年就是用这套剑法杀退了4国联军吗？起手式，气沉丹田，挥剑！呀，给我破！这套剑法讲究大开大合，不可有丝毫退缩之意。兰兰，你父亲是文官，扛不起这铁血使命。岳家与南梁的希望都在你身上。我明日去东夷都办招兵，你留在岳族勤练剑法。救弟弟，救曾祖父，顾岳家，守南梁。不知老夫人有何要事吩咐？明日一早，你带着密信前往东秦。孙儿领命，定当快马加鞭赶往东秦，绝不辜负老夫人的信任。去准备行囊吧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切记路上小心，不可走漏风声。若是岳天军真的重组成功，这岳族哪里还有我的将来？岳元对妇女想当救世主，做梦去吧！我要让这些命令全变成废纸。这老太婆！没想到岳元岁那个废物居然逃回来了。他一回来，岳王殿就又变成他们的囊中物了。是任由他们掌权，我岳轩明这辈子都没机会住进那座象征权力的岳王殿了。公子息怒，既然老太婆明日要去东夷，离开岳族地界，那便是咱们半路截杀的绝佳时机。对，你说的对，看来我还得立刻修书一封，再找楚王好好聊聊这桩买卖。只要老太婆死在半路，岳家必定大乱，这就叫借刀杀人。到那时，这庞大的岳族基业就全是我岳轩明一个人的了。唉，招兵开矿处处需银两，缺口实在太大，数万将士的。侯爷，大喜报！岳令二传回密信，玻璃在邻国大卖特卖，商队整整换回了10万两白银，车队不日便可抵达岳族地界。棒啊！有了这10万两白银，岳家就有好多钱可以用了。10万两，现成银子不够，岳家再找别的新鲜玩意儿卖钱就是了。山叔叔，你常年在外，什么东西最紧缺？兰休要胡言，制盐乃是朝廷秘禁，民间私自铸盐是杀头的大罪。况且粗盐苦涩有毒，岳族根本没有提纯制盐的法子，此路不通。我昨天和世子哥哥一起，已经做出了盐巴，和平时吃的一模一样。孩子家莫要开玩笑，制盐工序繁杂，当真做出来了。这却是兰兰和世子鼓捣出来的盐，成色比官盐还要纯净细腻。大圣，岳叔叔请看，这盐不仅白，还没有任何杂质，全是兰兰的功劳。这雪白如霜的细沙，当真是盐？世上竟有如此！待本侯亲自尝尝，看是否真如你们所说那般神奇，咸鲜纯正，毫无苦涩杂味。这却是极品盐，拿到市面上若是能大规模制盐售卖，定能彻底解决招兵买马的银两难题。兰兰，制盐法乃是朝廷不传之秘。祖母，是战神曾祖爷爷托梦教我的。昨夜梦里，曾祖爷爷演示了全套工序。先祖庇佑，即刻安排绝对可靠的人手，按照兰兰的方法全面开启大规模制盐。末将遵命。侯爷，大喜报！温国送来10万两白银，禀明制盐售卖大获成功。商人为了咱们的精盐纷纷求购。属下已在东夷招募了1万精壮士兵，并足额发放了兵箱。再得这10万两白银，便可立刻前往东秦，
继续招兵，为重组越天军做准备。传令下去，继续招募精壮之士，必须尽快训练出铁血精锐。新招募的士兵碰到了一个致命的麻烦，无法投入实战。新兵完全没有像样的兵器，只能用木棍、石块操练。若是拿着这些烧火棍上战场，遇到敌国的铁甲军，简直毫无还手之力。如今铁骑被四国联手死死垄断，严禁流入南梁地界。穗儿，月山，咱们自己找出的西山铁矿，目前开采的究竟如何了？西山铁矿正在全力开采，但开采工具极其简陋，速度实在太慢。回老夫人，矿石仅够造农具，不足以装备万军。越族冶炼技术落后，即便挖出矿石，也难以炼出合格的精铁，打造锋利兵刃。冶炼技术落后，若是用高炉炼铁和水排骨风的法子，温度不就上去了吗？爹爹，别发愁了，兰兰有解决精铁的办法。曾祖爷爷托梦传授剑法时，也顺带教过我铁矿高温冶炼和锻造的秘法。新法子比现在简单100倍，效率极高，炼出的铁绝对纯净，能打造最坚固的铠甲。兰兰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快给爹爹仔细说说，究竟是什么神仙法子？我们要建一种极高的高炉，底部用大量皮老虎，接上水车拼命鼓风，提高炉温。用水力代替人力鼓风，妙啊！如此一来，炉火定能融化顽石，提炼精铁。战神庇佑，这等巧夺天工的技艺，定能让岳家军脱胎换骨。立刻召集越族所有铁匠，完全按照兰兰的图纸建造高炉，大炼钢铁。末将遵命。四国垄断的铁壁，就由我们岳家亲手砸个粉碎。不行，要让人看坏了。现在最正为下手，不手下来炸，炼出好铁的第一步。这种颜色偏红、质地坚硬的石头，铁矿含量最高。听清楚郡主的话了吧？哇，小亨子了吗？才6岁大的年纪，就要为了岳家和整个南梁的生计日夜操心。祖母不辛苦。大家记住，焖香必须2个人一起拉，节奏要快且匀，炉火才够旺盛。燃料绝不能只用木柴，必须将煤炭和木炭混合烧，这样温度才足以彻底融化铁矿。都听见郡主的话了吗？按配比加燃料，拉风箱的手别停，给老子使出吃奶的力气！这高炉是咱们岳家翻身的本钱。时辰到了，矿石已经彻底融成水了，准备打开出铁口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铁水色泽光亮，毫无杂质，比以前纯净100倍啊！耶！天哪，这种产量和纯度简直是神迹！兰兰的方法竟然真的成功了！我的好女儿，为岳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盖世奇功啊！有了这等冶炼之法，岳家的大军就真正有了。
日夜不休，全力！请侯爷和郡主放心，攻江营就算把命填进去，也定让咱们岳家军披坚执锐。岳家万年，南梁不朽，踏平四国，救回少主。打造长剑时，要先把铁块锻造成剑身，反复敲打去除杂质。打磨锋利之后，剑柄必须选用最坚硬的木料。用力打造长矛时，矛尖要锻造成这种菱形，再打磨锋利，穿透力才能更强。都听清楚郡主的话，严格按此方法锻造。遵老夫人令，定当竭尽全力为岳家军打造神兵利器。是。这是按照郡主新法子锻造出的第一把长剑。好锋利的剑，竟然没有丝毫卷刃，比以前的兵器锋利坚硬太多了。不错，远超以往打造的兵器。侯爷，老夫人，大事不好！高云国传来10万火急的急报。小公子宣毅病情突然加重，高热昏迷，气息微弱。娘亲当心，别摔着！我的儿啊，去高云为之已有7年，我苦命的义儿绝对不能有事啊！宣毅，怎么会这样？上次送雪参续命丹过去，不是说病情好转了？高云远在千里之外，现在就算有对策，远水也救不了近火。高若昏迷前世的书房里一定有医生的解救办法。小儿高热惊厥急救，物理降温，针灸退热刺血法，快出来！找到了！爹爹别慌，兰兰有救治弟弟的法子，必须立刻动用飞鸽传书，把方子送去高云。高云名医都治不好，你一个孩童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苦命的燕儿啊！能治高热昏迷，一定能救弟弟。我这就把药方写下来：玄冰草2分，莲心露半盏，金银花1钱，薄荷3分，水煎服。神治，一定能治好弟弟。这次雪参续命丹也是曾祖爷爷给的药方，真的救了弟弟的命。兰儿连连显露神迹，此方定是先祖护佑。孙儿，整方抓药。立刻飞鸽传书，将药方加急送往高云，交给岳灵儿，一刻不得耽误。再派1名高明大夫带足药材，连夜赶往高云，协助。属下遵命。就算跑死战马，一定要把救命药方送到小公子手中。快走了，放手。郡主，您什么时候出去了？夜里风大，快！我刚去祈愿了，这就睡。姐姐你也早点歇息。老身刚回府，立刻传召岳山来见，有要事相商。属下拜见老夫人，不知急召，属下有何要事吩咐？狼儿说，近日遇到可疑之人，去年越族普查，可发现异常人员或陌生面孔。此女来历不明，查遍周边村落皆无踪迹，如同凭空出现，十分可疑。可曾查清纯乐的真实来历？哪怕半分线索也好。纯乐被救时浑身是伤，自称失忆，身上也无任何信物。派暗哨死撑紧纯乐，一举一动如实禀报。老夫人，奴婢有事禀报。纯乐好似能与动物说话，绝非寻常村妇。前日奴婢亲眼见纯乐对兔子低语。白江国人最擅长此道，白江国人深通授语，擅长借兽传信。月秋，你也多留意。是，老夫人放心，属下即刻安排精锐布控，绝不让奸细把消息传出去。白天的敲击声绝不寻常，这本归尘录里一定还有未解开的秘密。便密室藏有我当年留存的兵器，不知天宇能否发现？
望后人得知，强军救活。曾祖所留兵器，新兵无需再用木棍操练。等等，白日纯乐敲墙探查，奸细莫非在找这间密室？岳家现在有钱有粮有新兵，唯一缺的就是现成的兵器铠甲。这批军备来得太及时了，不能让百江国的奸细抢先一步。明日一早，我就去主殿探查密室入口，先把书藏好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曾祖爷爷放心，岳一兰定会拿到兵器，将百江国的爪牙连根拔起。皇上命岳家重组岳天军，如今虽然粮草充足，求战神仙族显灵庇佑，助岳家寻得兵器，破除死局，护岳家百年基业，安南梁江山。昨夜曾祖爷爷又给兰儿托梦了。祖母的卧房里藏着一个暗道，入口就在那张大案桌的正下方。什么？我住的卧房里竟有暗道？那可是当年战神父亲的贴身居所。若真有密道，必是父亲亲手修建。快，随老身回房查探。祖母，岳山叔叔，就是这里。曾祖爷爷说，把这块板子掀开。岳山，挪开桌子，挖开上面的浮土，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。郡主说的一点没错，这底下真的藏着一条极深的密道。岳山，拿火把照亮前方的路当心暗器。这粗犷的开凿手法，确实是父亲当年军中工匠的独有风格。这里空间如此宽敞，桌椅摆放整齐，看来并非简单的储藏室。老夫人，快看那面墙壁，这上面怎么会有2个清晰的人形凹痕？月秋，你站入左侧那个小的凹痕里，贴紧石壁，千万别乱动。这门后究竟藏了何等至宝，竟亮如白昼。好亮啊！祖母快看，里面堆了好多好多的银子，还有数不清的刀剑。天哪，全是千锤百炼的上等金刚兵刃，完全没有生锈。哇！哈哈哈！战神庇佑，神兵天降，我们岳家的大军终于可以亮出獠牙了。岳家兵器库重见天日，咱们岳家终于有救了！恭喜主母，有了这批军备，南梁的百姓有救了。赤子神兵，岳天军终得破家之任。将士们定能守护岳家，安保南梁。左侧重甲1万套，连弩5000把，箭矢不计其数。粗略统计，铠甲、弓弩、箭矢总数不下10万件，最少可武装10万精锐，足够重组岳天军之用。主母，咱们发财了！事关重大，即刻飞鸽传书，叫元岁速速归来，有绝密要事商议。下午已接到老爷书信，说是今夜子时前后便可抵达王殿。此刻老爷定然正在星夜兼程赶回，无需再发动飞鸽传书了。岳墨驻守东翼，陶一博驻守东秦，咱们的将领至今仍身无寸铁。岳山，明日一早派50名绝对忠诚的护卫，秘密运送部分兵器过去。有了这些武器，即便面对4国联军，咱们也能痛痛快快第一战。南梁的脊梁终于能挺直了！杀光敌寇，重
重振岳天军！10万件神兵利器，既是复国的希望，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烫手山芋。务必督促下面加快清点进度，每日清晨与日落，必须将结果面呈于我。所有兵器妥善装箱掩盖，分批4位装运往东翼与东前。另外，加强店内明暗哨巡逻，增加3倍人手，连一只多余的飞鸟都不准放进来。尤其是密室入口与世子居住的院落，必须严防死守，擅闯者杀无赦。是，老爷放心，属下即刻安排换防，誓死守卫岳家机密。岳家支付了56年，这笔血债也是时候清算了。论事情殷切，属下待续归大，入口、路径与守卫分布尽在掌握。干得好！那传说中乐庆藏在暗室里的绝世宝藏，究竟有几分真假？那暗室藏着庞大财富与兵器，足以支撑一国大军开销。岳家护卫以禁术换上崭新锋利的佩刀，定是已然发现宝藏。很好，岳家倒是给本王做了一回嫁衣。这批惊天宝藏，佯装暗杀南梁世子，从后山暗道悄悄潜入，抢夺宝藏，彻底覆灭。主子放心，属下即刻去安排此事。教岳王殿今夜鸡犬不宁。顺便派人问问岳宣明。侯爷，老夫人，大事不好！外围探子有10万火急的绝密情报。今夜子时将从后门假山密道潜入，声称务必刺杀世子，斩草除根。只有核心人员知晓，贼人如何得知？刚发现，对方立刻便能潜入。不用猜了，定有内鬼走漏了风声，而且这内鬼此刻就潜伏在岳王殿中。慌什么？贼人赶来便是送死。你且转头看看，兰儿早就在学习沙盘排兵了。兰儿，大敌当前，怎么还在摆弄这些微缩的亭台楼阁？祖母，假山后有小洞，坏人最爱躲在这里偷袭，防不胜防。兰儿，你打算如何防御假山密道的这批死士？派力是将真正的入口用巨石死死堵住，彻底切断贼人的退路。把两边摆上伏兵，两侧包抄，绝不给杀手留下任何逃窜的空隙。坏人一旦进来就跑不掉，咱们就来个瓮中捉鳖，一个都别想漏掉。好一个瓮中捉鳖！这部防周密严谨，深得战神真传，岳家后继有人呐！立刻调集300精锐，带上新打造的神兵弓弩，去假山设伏。属下遵命，今夜定叫百江国的死士全部葬身在假山之下，有来无回。要岳家宝藏的主意，今夜就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君主沙盘所指的位置，立刻堵住假山后头的退路。使劲，把石头卡死！今夜要让这帮百江国的杀手来个瓮中捉鳖。大家跟进，准备执行刺杀世子计划。外面的退路被巨石封死了，情报有误，我们中埋伏了。博江国的鼠辈，既然敢觊觎岳家宝藏，今夜就全都把命留下吧！杀，一个都不准放跑！大不了一死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死到临头还敢挣扎，全部按下，挑断手筋脚筋。终究还是见面了，你应该知道，这里并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使命所在，多说无益。竟然全都是死士，好狠的手段。爹爹莫要烦恼。兰儿，今夜若不是你用沙盘识破敌机，岳父必有大捷。爹爹真为你感到骄傲。一定要让南梁百姓安居乐业，再无战乱流离之苦。这计划必须在天明前见效。主子，对方防备严密，
我们需要更隐蔽的手段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如果这次还不能成功，我们的部署将前功尽弃。野兽进不去，但蛇虫可从土中钻洞，体积微小，无孔不入，岳家防不胜防。殿下请看，只要按住这个孔洞，用力吹动鼓勺，便能指挥毒虫。好阴险的法器！苏木的剑完全失去了光泽，这绝对是旧邮剑给出的死亡预警。不要死！你们千万不要死！长辈们若是都不在了，兰兰就成孤儿了。长辈们正在商议军机大事，怎可在此放肆哭号咒骂？韩良根本不会有大批蚊虫，定是贼人布下死局。任何人敢有违令者，按军法当场斩杀。儿子遵命。这就去封闭越王殿各个出入口，升起防御军马。立刻开启密室分发兵器，全殿互为人手一把，人在剑在，人亡剑亡。属下领命，誓死保卫越王殿，绝不让毒虫和贼人踏入。这个干冷的时节，怎会有这么多飞虫聚集？交出地图，换来这独门解药，真是笔划算的买卖。要是独文族一把大放全家浇灭干净了，高高在上的侯爷之位终于是我的了。传授大法的硫磺，祖辈传下来的法子，硫磺燃烧定能驱赶所有蛇虫鼠蚁。不可，必须烧大量湿草，燃起浓烟。蚊虫惧怕烟火，只有浓烟升空才能阻挡攻击。偷听郡主的，快去收割湿草，堆在殿门四周，立刻点火焚烧。娘簪说的对，大家快把艾娃含在嘴里。温毒会令人咽喉肿胀窒息，千万稳住呼吸。烟雾挡住他们了，快加湿草，别让火断了。除虫具这个时代根本没有，艾草数量严重不足，硫磺燃烧有毒。到底该怎么办？爷爷，外面的毒蚊子太多了，兰兰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救大家？去除蚊虫之法，以军魂为眼，以血脉为媒，兵符镇血，剑护族人。然而，这蚊灾乃是百江皇室的驱虫秘术，破解之法就在兵符。我有越天军的兵符，兵符乃岳家10万军魂所具，今日定能驱逐邪祟，护卫越族。所有邪祟，统统给我退散！天有难量啊！兵符显灵了，是战神爷爷的军魂在庇护咱们全族啊！父亲，是你们的英灵在天上护着岳家的子孙吗？敌使彻底斩草除根。诛杀外敌！
秘书，怎么？那家伙竟是个没用的饭桶，居然敢用假消息来蒙骗我！楚王殿下息怒，文宠不过是……老先生，若能成功清扫那些碍眼的家伙，我会把武库里的奇珍宝藏分你。老朽从正殿强攻吸引兵力，殿下从后山密道突袭，前后夹击一举拿下。区越王殿围墙，在蛮荒兽潮面前不过是纸糊的。你刚才去除文呆耗费了太多体力，快喝口热水，回卧房歇息吧。你切莫再逞强。天明威胁，更大的危险就要来了。什么？更大的危险？独吻已死，难不成楚王？那匹夫还有什么致命的后招？什么？是兽潮，成百上千的野兽马上就到，传令所有人立刻进入最高警戒防守。别看驱使野兽，陆羽保护好兰儿，我去掉敌众弩手，死守前门广场。长枪手结阵，死守大门，任何人不准后退半步。侯爷，快看山林那边，蒙骗的树木全到了，后面的怪物冲上来了！啊！李大武救了黑猩猩，步伐如此整齐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与秘书操控。老天爷，真的是蛮荒兽潮！咱们手中的刀剑能劈开那么厚的兽皮吗？都稳住阵型！他们还不死心，文在刚过又来受攻，大家准备死战！大敌当前，怎么没看到？祖母在这里指挥防御。你祖母防着敌人前后夹击，已经带了一批精锐护卫，死守在后山了。兰兰别怕，有岳家全副武装的大军。我不怕，我与你生死与共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死死挡在你的身前，护着你。这气味为什么会感觉如此熟悉温暖？小家伙别怕，偷猎者已经被赶跑了，涂上药，很快就不疼了。护送小友的魂魄安全离开，拜托你了。蛋蛋，那撮红玄毛，你是蛋蛋对不对？蛋蛋，你看看我！该躲开！弓箭手掩护！世子誓死保护郡主，不准伤害兰兰。你为什么会听从那些坏人的命令？群没用的畜生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继续进攻！那个人类是咱们的朋友，黑衣人才是必须消灭的敌人。保护朋友，砸碎敌人！兽潮反噬了，救命啊！蛋蛋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雨林的蓝鹰，蛋蛋当然记得，蛋蛋终于找到你了。天哪，这巨兽真的在和你交流，还能听懂人话，做出回应。你还活
着，你还在等我，太好了，蓝衣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你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？大夫怎么还不来？这温度发作的太快，月影快撑不住了。亲，你醒醒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兰兰，千万别睡过去。啊，娘亲有救了！快点捣碎，赶紧把汁液挤出来。亲眼下去，喝了药毒就解了。别哭啊，娘没事了。娘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星星竟然会送药救人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爹，山叔，快组织所有人烧水煮药，立刻救治所有中毒族人。所有人听令，即刻劈柴烧水，清洗草药。兰兰，过来，到祖母身边来。祖母，您别说话，蛇仙草汤马上就到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的伤不只是温毒，后山一战中了一场内力尽失。孩子，族长之位传给你父亲，但就不接由你号令，你继承了家族的荣耀。小心苗相，你弟弟为质是他的阴谋，切勿迁怒陆羽。孙儿记下了，绝不辜负祖母和南梁百姓。祖母放心。重伤者集中东殿，轻伤者移西殿，逝者暂置冰洞，3日后安葬。遂饮水食物需煮沸，七妈玉桥管后勤，丹丹带队采药救人。月山清点粮草兵器，月末加强警戒。12时，沉沦守防敌袭。遵令，属下即刻前往前殿部署警戒。遵令，誓死守护月族。错。败将楚王按下毒手致老夫人殒命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必须即刻上奏朝廷，严词问责百江国的滔天罪行。更何况，南梁与四国签订的那纸条约期限已到，我南梁终于可以名正言顺重建自己的军队了。
植入条约。原来南梁竟有这样一道锁国30年的枷锁。30年前，你祖父战死，南梁再无可用之将，国库空虚，无银养兵，只能被迫向四国称臣，签下息兵献武条约。30年来，国库大半银两供奉四国，朝廷连百官俸禄都发不出。苗丞相便借顾廷发俸银，转而以私利安养朝臣，只手遮天。如京都中兵马，需隐秘稳妥，步步为营。来人！听候家主吩咐。将2万军士整编造册，加急办理。以百江亲江条约期满为由，奏请朝廷组建戍边步兵。即刻传令，绝不延误。卞陛下，岳侯爷奏折送至，其本人在殿外候旨。父皇，儿臣替您阅览奏折，为父皇分忧。岳元岁奏，请问责百江国暗害老夫人，侵我边境之罪。二是恳请恩准，整编2万步兵戍守北疆。岳氏忠良，朕准奏。四军皓月天军，归岳氏统辖。即刻拟旨，传岳元岁进殿。4皓月天军，归岳氏统辖。马匹由我族自行购置，朝廷不加限制。30年了，南梁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军队。先祖有灵，叶家终于熬过来了。此事干系重大，必须从长计议，不可走漏风声。爹爹，2万兵马不足守南梁，需召回岳，天军就不后议。还要召回遗制史书，协助搭建商路，暗中购置马匹。同时必须梗战结合，改良作物，开垦荒地，解决粮草问题。好计策！以老夫人丧礼为引，摄灵堂诏就不归附。传岳山，即刻部署。一拜回礼，土豆5斤，盐巴1斤，白萝卜10斤。大家排好队，依次领取，两腿充足，切勿争。这萝卜竟这么大，有了这些，再也不用挨饿了。跟着岳族才有活路，我愿誓死守护岳族。报名入岳天军者这边登记，如实填写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。普通轻装登记存档，岳铁军后裔直接入户为编制，即可发放银钱，妥善安顿好他们的家眷。
定不负家主所托。接下来我们还需做什么？爹爹，派信任之人已经上为掩护，赴各国各郡，全面搭建越天军情报网，有钱有情报。专修马车，抢占维修市场，派4书、5书、9书各带30工匠，赴各国悄悄制造独轮车售卖。真能赚钱换来马匹吗？能运货皆适用，3月内让其遍布4国市集，成为打开商路换取马匹的敲门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独轮车收益尽数换马，你们速带工匠赴各国，务必隐秘。还是大猩猩主动送过去的。越族怎么会有这等逆天的造化？本王的精心布局，竟被那些低贱的家伙破了。必须给苗丞相施加最大的压力，务必派顶尖杀手，不惜一切代价杀死岳一兰。苗丞相说的对极了，这个质子的命运可比太子的嫡长子有用多了，绝对是一把好刀。侯爷、少主，天大的喜事！密室的兵器库最深处发现另有隐蔽的洞藏。前面带路，立刻随我前去查看。亮亮所有的火把，给我仔仔细细的清点。山体都被掏空了。老天爷，石仓陶瓮排列如此整齐，这等规模堪比国库，哈哈哈，错不了。可惜当年他19岁凯旋，却遭奸人构陷，带领的10万越天军彻底失踪了。这笔惊天宝藏，50余在4国挖第3尺寻而不得，竟一直藏在我越族祖地山腹之中。回主上，初步清点完毕，白银2000万两，粮食800万石。盐、肉、铁器不计其数，免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如此深厚的根基。有了这座绝世宝库作为后盾，我岳家与南梁的全面兴起绝对指日可待。我们目前只需动用极小部分物资，供养2万边军即可，其余物资必须尽数封存，留待日后旧曾祖接回宣义，清剿奸商，富国强兵。然而，你鼓舞民众流言，你是越天军真正的主人，是战神血脉唯一的继承者。如今你年纪尚幼，却要担起复兴国家这副千斤重担了。爹爹放心，女儿不怕。复兴越族，诛杀贼寇，这是女儿刻在骨血里的使命。去年刚发现宝库，就有眼线送信给苗城，但如今发现洞外有洞，这等足以武装10万大军的规模，真不知道还能满多久。这个叔叔挑选的都是死士，负责清点的护卫只知有宝藏，绝对不清楚具体数量。既然瞒不住，便顺水推舟。随世子来的部属，皆是无兵无械的穷族。我们借宝库物资武装世子护卫，发放粮项，借此安其心，收其力，同时试探世子的心意。让苗丞相赶紧想办法，只要苗家帮我夺取侯位，我就帮苗家夺取遗藏中的所有神兵利器。这是完整的宝藏地图，务必亲手交到苗丞相手里。地图收好，速速送出去。
这越王殿的天下，迟早要改姓我岳宣明的。老天爷，如此海量的金刚刀枪和强弓硬弩，岳家的底蕴竟恐怖如斯。周延将军，今日我特意为世子招募了整整3000兵士，编制归入世家护卫之列。我查延安华的新日现先行手兵器，统管这3000护卫。多谢侯爷如此厚待，属下谨遵侯爷吩咐，定当尽心竭力，绝不辜负侯爷嘅重托。3000兵士，立刻配发崭新刀枪3000支，精良弓箭1000张，精致箭支5万发。动作快点，把那边5万支箭矢全部搬出来，交接给周延将军的部下。眼神躲闪，拿到兵器不看刀刃却四处张望的，必定是苗疆的奸细。岳家竟然愿意分出如此庞大的底蕴来助我，这份恩情重如泰山。既然越族待我已成，我陆玉此生必与越族共进退，同生共死。勇士们，拿稳你们手中的神兵，把世人宰割的羔羊！岳山听令，宝库现存的刀枪、弓箭与铠甲，尽数分往东秦与东夷的边境守军，两地各赔半数。属下遵命，即刻前去部署运送兵器与招募司军之事，绝不延误半刻。密切关注这几个人，同时派人暗中保护世子，防止奸细暗害世子，嫁祸我们越族。兰儿考虑的周全，但这名单事关重大，我们要不要直接拿去告诉世子？先不要告诉世子，属下还有一件更加棘手的事情需要禀报，是关于岳宣明公子的。岳宣明送地图给苗丞相。岳宣明这畜生，他居然敢勾结奸臣，出卖越族，真是死有余辜！既已暴露，不如趁此机会送些银两给老皇帝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朝臣也不能一直靠苗乡度日。丞相，四国使节已齐聚京城，当众责问朝廷，称越族募兵违背旧约。我早答应，四国保南粮永远积弱，以此换得苗家在四国的垄断特权。丞相，岳宣明来信说，越王殿发现了海量的兵器、粮食和金银财宝，规模远超想象。但绝不能有能推翻苗家的兵。岳天君一日不除，我一日不得安宁，老皇帝昏聩。我女儿是太子妃，太子向来听她的话。我为辅政外戚，仍可牢牢掌控朝局，名正言顺铲除岳家。陛下，越族私藏宝藏，野心勃勃。若纵容岳家奸军一旦谋反，南梁江山必将……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废除岳天君，严惩岳元岁妇女，以安天下万民之心。越族建军一切按朝廷规程行事，无任何逾越之举。岳家重组大军的初衷是为了守护南梁边境，抵御四国侵扰，绝非谋反。我这觉得像留在越族心有顾忌，受了胁迫才会替岳家说话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丞相与太子当朝对峙，咱们还是别乱插嘴，惹祸上身了。朝堂之上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南梁边防空虚，四国常年屠戮我百姓，待不起岳天君，南梁必亡。我朕意已决，政治以下绝无更改。谁再阻拦建军，便誓与南梁为敌，杀无赦。既然你不给苗家活路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，送你上路了。
姚丞相，深夜带这么多蒙面杀手闯入养心殿，你这是准备造反吗？老臣不敢，老臣只是要保住苗家的百年基业。陛下执意重启越天军，是毁我苗家根基，断老臣与四国的盟约。既然陛下不听劝阻，只能将苗家推向死路，那这南梁的皇帝，陛下也不必当啊！乱臣贼子，你敢弑君？朕待你苗家不薄，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臣不是造反，是止损。佛太子登基，有我女儿外孙在手。60年前，我祖父把柄落入岳家手中，今日我必斩草除根，将岳家彻底安死。放肆！谁敢动朕？祖母放心，岳依兰绝不会辜负岳家的重任。等岳依兰足够强大，一定去高云接岳轩逸回家。兰兰，怎么大半夜的，一个人躲在这里看月亮？是不是又在思念远方的轩逸了？陆友要亲自带兵陪你去，哪怕赴汤蹈火，陆友也绝对在所不辞。轩逸是受陆玉之累才受苦8年，就算与天下为敌，陆玉也要护你们姐弟团聚。陆瑜身份尊贵，不能为了岳家轻易离开南梁涉险。希望陆玉永远不忘初心，不负这天下苍生。那等陆玉当了皇帝，就发兵高云亲自接轩逸回来。陆玉还要清除奸佞，让天下离散的亲人都能重聚，让南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。侯爷，君主在哪里？京城有10万火急的绝密情报传回来了。为何如此惊慌？是不是边境起火了？还是那些世家护卫闹事了？侯爷，老皇帝驾崩了，在京城养心殿内遇刺身亡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昨天的密信里还说圣体康健。地形陨落，老皇帝若是此刻没了，朝堂之上谁能压得住苗丞相那头恶狼啊？太子陆修涵已经连夜封锁京城，即刻登基改立新国号了。整个朝野都乱成一锅粥了。父亲冷静，皇帝驾崩绝非意外，定是苗丞相狗急跳墙。咱们岳族必须立刻全员进入战备状态。兰儿说的对，传令所有在外的护卫营火速向越王殿集结。来人，把府里所有连弩上线，关闭所有城防暗门，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。老皇帝既然不在了，那咱们与京城的最后一份脸面也就彻底撕破了。苗贼，岳某等你来送死。告诉岳灵儿，立刻切断岳族与外界的所有民商路，所有暗卫转入潜伏，启动紧急传信通道。新皇登基，旧臣反目。吉时已到，新皇登基，祭天告地，愿南梁国泰民安，百官朝贺。册封皇长子陆玉为当朝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即刻前往越族迎回太子，以安定朝纲。
朕要清除奸佞，整顿南梁吏治，安抚百姓，减免赋税。朕要与越族同心，共同抵御四国侵扰，爱天下太平。陛下竟要与岳家联手，看来苗丞相的好日子恐怕是真的到头了。新皇万岁！南梁终于有救了，咱们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一要稳固朝局，严防苗相一党暗中作乱；二要警惕各国奸细渗透经济；三要谨承高云动向，留意我弟弟宣义的消息。你交代的事情，陆玉尽数记下了。回京之后，定不让那些小人得逞。兰兰，答应我，去冷江支援前一定要告知我，我要陪你去。不过你现在还打不过我，可得加紧练武。等你真的变强了，我定会变强，强到能护你周全，强到能与你并肩作战，一起守护南梁。全军开马！护送太子倚仗启程返京，不违两意，不得有误。陆玉一定会带着这天下最强的兵力回来接你。接下来，岳一兰该全力筹备冷江支援的事情了。传朕旨意，全军备战，护我南梁，守我子民。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竟然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直接与越族全面联手。他当着南梁的江山，真能由着他？连说丧，让他好好招待那个叫岳宣义的小畜生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高云境界。通知高云境内所有苗家暗线，随时待命。只要那小子敢踏上归程，就给我就地处决，永绝后患。属下遵命，定将丞相的密令火速传达给高云王，绝不让岳家的小公子有生还的可能。老夫倒要看看，若是你们的命根子死在高云，这岳天军还建不建得下去？爹爹，如今咱们越族的营收已经彻底稳固，玻璃工坊每月的净利已经达到了30万两白银。细盐巴的生意更红火，月净利50万两。独轮车与新物流也有20万两进项，每月纯利整整100万两。咱们不需要朝廷一分一厘的军饷，也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好，兰儿，真是爹爹的佛心，有了这笔取之不尽的财富，岳家振兴南梁的宏愿指日可待。岳家募兵的绝佳时机，我们要向全国招揽勇士，扩充10万军力。对，按照曾祖父宝藏的财力，养兵10万绝无障碍。咱们购良马，造神兵，整军备战刻不容缓。爹爹这就起草奏折，除了扩军，更要向陛下请旨，务必在近日接回在高原受苦的岳宣义。来，奉岳元岁为镇国公，是子岳宣义袭侯爷之位，钦此。特遣使节团前往高云国，迎接岳家侯爷岳宣义回归南梁，一刻不得耽误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叫大夫，快叫岳山叔叔找大夫来！
月英，快醒醒！这是天大的喜事，你可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啊！我没事，我只是太高兴了，叶儿终于能回来了。娘终于看到叶儿回来的希望了，岳家真的有救了。镇国公府哪怕倾尽所有，也定会把叶儿平安接回南梁土地。弟弟回家只是第一步，越族还要让四国联军再也不敢正视南梁。朕意已决，朕要强我南梁国威。南梁不再积弱，即刻遣使四国，接回所有流落在外的南梁之子，违者视作开战。竭尽全力，强我南梁，迎回之子，扬我国威。百姓何苦？传我将令，全军出击！收复九安军，驱除外族，归我南梁疆土！兄弟们，给我杀过去！收复九安军，驱除外族，归我南梁疆土！血债必将血偿，上不欠南梁的，我要让他们每一寸都吐出来。留下2000兵士驻守城防，沿途招募所有南梁青壮入伍，扩充越天军规模。将定会带人死守九安郡，协同各郡治理守军，绝不让贼人再犯。重新扎根。需按我南梁律法足额缴纳赋税，违者严惩不贷。不是，郡主，照这个速度，咱们不仅能收复旧土，还可以顺势吞并周边的贫瘠小国，扩充军力。等岳依兰练出无敌铁骑，定要让四国皇帝跪地求饶，接回我的亲人。探马回报，四国联军正在疯狂调兵，有大兵压境吉义郡的迹象。这2年我们岳家兵强马壮，不怕一战。山叔，立刻点兵支援吉义，严防四国来犯。弟弟在高云国遇到了极其危险的情况，在向我发出求救信号。山叔，你留在这里调兵死守吉义，我要即刻动身前往高云，亲自去救回弟弟。你的援兵迟迟未到，吉义守军已是强弩之末。你那位姐姐怕是根本没有胆量涉足此地。岳家人的骨头打断也不弯，等我姐姐一来，定会踏平你们高云这群卑鄙小人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本太子今天就亲自砍下你的脑袋祭旗！感动我弟弟一根头发，今日岳一兰便让这刑场血债血偿。弟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不要害怕，姐姐这就带你回家。放箭！给我把这妖女和岳轩逸射成刺猬，一个不留！岳家血脉以命为心，请举荐，简真贤。
血脉觉醒，岳天君的军魂终于听到了少主的召唤。诸君身陷寒冰，神魂不灭。老夫今日问尔等，我岳天君的刀还立否？我岳天君的魂还在否？全飞！接我南梁者，虽远必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孩子，爷爷知道你一直都是最棒的。